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开拓等于多少级呢？有没有萌新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 1.6 版本混沌回忆12层的满新中配攻略，主要给大家一个思路啊。看完之后有帮助，希望给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同视频对转发挑战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同时5经验拿，谢谢。这期的混沌呢，总体比上期难了不少啊！我也尝试用了4星角色输出，但星魂都比较低，打得比较慢了，不然可以展示一波了。如果这期你有影月净流，那么就比较无脑了，上棒影月，下棒净流，按照我练度可以打5个回合。这期的争议祝福呢，是根据角色击破弱点来叠场地 buff 的，所以比以往还要依靠弱点来输出的。上棒我带的是刃、卢卡，还有软梅，还有罗刹。因为罗刹上半是基本要带了，就4星奶妈基本扛不住啊，这卡夫卡还有那个药王伤害真的太高了。如果没有罗刹也可以上霍霍也可以的，上4星奶妈基本顶不住啊。而卢卡的话战绩可以驱上如果你没有上罗刹，你卢卡就驱上药王就行了。至于软梅非常好用，特别是双 C 啊，强烈还没有抽的玩家入手1支吧，也刚好利用这期 buff 的一个争议，特别是没有布洛尼亚更要抽一下软梅了。下班我这里是带了希尔、停云、佩拉加一个林可的一个组合啊，不上布洛尼亚是考虑到很多玩家可能没有啊，所以干脆就不上了。如果你有布洛尼亚，可以把停云换了。佩拉的话，为了叠场地 buff 还挺重要的。这期的混沌总体难度在下半吧，毕竟下半需要一个冰或者量子之间的一个选择啊，你没有净流，那基本就只有量子了。如果你没有抽希尔，那基本就清阙为主了。清阙这期下半还是挺好打的，没有抽希尔的玩家，强烈去养清阙养起来啊，4命就可以用了吧。接下来看看角色面板吧，刃的面板是克拉拉的专武，行迹998，仪器带的是一个暴击套加上防心套，星魂0星魂，面板算一个小毕业了吧，还不错。卢卡你别看攻击力很高是吧，但是带着攻击球的3800的攻击，带着速度鞋，带的是老杨的装光啊。只要行迹方面点的比较低啊，678而已，你们可以点高一点。带的是一个 DOT 套啊，加上一个苍穹套，攻击球的一个属性啊，攻击神。星魂方面也比较低，才2魂的啊，如果你有高星魂会更好啊，毕竟4星嘛，要求肯定要高一些了。软梅用的装关，如果你没有装关，可以用记忆中的模样高精炼也是不错的，有金4就差不多够用了啊，金3也勉强也行吧。行迹方面778点的比较低，速度套特攻还没有160呢，才154的特攻啊，你们可以打到160以上，吃盲身伤会比较好一点。罗刹就没什么好说了，关追方面如果你奶量足够，可以用等价交换或者其他功能性关追都比较不错，用的是2快枪手加2龙骨套闪剑的0星魂。下半希尔关追用的是一个星海循环精武的，暴击率有点低啊，稍微有点赌狗，不过我现在1魂了，稍微弥补一下暴击率的一个缺陷吧。相信各位有玩希尔的基本应该有装武了。行迹方面是3个9，普攻才4级。仪器方面量子套加一个2防星套装，然后星魂是1魂的。停云关追用的是大月卡的关追，行迹的话战绩大招11级了。仪器用的是快枪手加2龙骨，星魂方面的话是一个满星魂的。考虑到停云复刻好几次了，相信各位基本也都满星魂了吧。佩拉用的那个之前的活动关追，新手任务开始前，然后天赋方面点的还是比较低的，闪剑2速度啊，速度已经达到156。星魂方面不重要啊，0星魂就可以了。佩拉速度推荐要140多以上吧，毕竟场地要叠 buff 靠它来叠啊，比较重要的。林可关追用的术后对话，这张关追给充能还能给一个大招治疗量，不仅提高了他的大招回转驱上，还有治疗量。这张我觉得是林可的最强关追了，有的话赶快练起来啊！实在没有的话，可以用等价交换也可以。行迹方面点的是990，仪器用的治疗套加上2仙舟3星魂的林可啊，总体要求也不算很高了。然后进入实战部分，然后把秘技都用一下，然后用刃开怪或者说卢卡开怪都可以啊，都差不多。卢卡的话有弱点去打人马，而刃去打那个药丸就可以了。然后卢卡大招也是留给人马打出一个击破伤害啊。这个队伍的任何卢卡是可以换掉其他角色的，换了2个对应属性就可以打了。比如克拉拉还有树伤啊都行。实在没好的弱点的话，只能等下半的真理医生虚数弱点打上棒了，应该是比较好打的了。需要注意，如果你没有上罗刹，你上的卢卡战绩可以用来驱上药丸的一个回血 buff 啊。卢卡后面同样也是用卢卡的大招还有这个战绩强化普攻去打那个卡夫卡，打弱点为主的嘛，打出一个场地 buff 叠层数。上半基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细节了啊。Swagger down the street with your red
产地 buff 叠不起来，打得比较慢。然后我重新打了一遍之后，把这个陈露杀了之后，能快一个回合。因为这个反击哥他会召唤小怪嘛，召唤小怪可以让希尔触发在线去叠产地 buff， 打出更高的伤害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OK， 他召唤小怪了，这里希尔很重要啊，击杀2只小怪可以叠4层 buff， 毕竟破盾嘛。不仅可以叠产地 buff， 还能回能量，开启大招，这一点就很重要了。这里是一个小细节吧。如果你先把反击哥杀了，就没有这小怪去让你回复能量触发在线了，就很难受了。然后林克这里可以大招驱散掉，全部把那个生命值上限给驱上了，特别爽啊！下棒林克总体使用下来比符群还好用啊！你们如果试过应该知道，我的下棒林克玩的挺舒适的啊，而且是伤心魂的吧，还没有满啊。因为林克现在充能很高，就像普攻能量回的很快啊，大招开的很快之后，你可以把这个风化给驱散掉，生存能力会大大提升。OK， 到了陈露天人血丝的情况下，你有希尔去把大招给这个反击哥，普攻给到陈露天人触发在线，这样可以打出一波高伤害啊，然后这波就可以把他带走了。其实这里林可给普攻一下的，但是考虑到生存可能后面不太够，我就把他战绩开了一下，然后林可大招可以驱上全体的风化，舒服。如果你没有林可也没关系， 1.6 版本混沌好像会送1只林可吧，是下期还是这期来着？好像是那个虚构叙事吧。然后来到第2波怪，这个佩拉的大招要留在第2波开局放出来，这样可以让希尔在开局更好的利用这个减防来快速把虫子击杀了。击杀完虫子之后，这个残力 buff 就会集中在这个主怪身上了。你们看一下这个伤害多少万啊？炸一下很痛。希尔这里普攻一下啊，然后停云战绩一下。佩拉的话，考虑到下一波他减防快结束了，也先平 A 一下啊。林可这里给自己奶一下，保险起见，防止暴毙了。炸一下26万的一个残地 buff， 是不是特别爽？如果你没有把小怪击杀了之后，他基本会打到小怪身上的，就很难受了啊。希尔走下棒就尽量要击杀虫子，来让产地 buff 集中炸在这个主体身上，因为你击杀小怪会叠产地 buff 的，你量子嘛破盾。没有击杀或者有击杀都可以的，只要把盾破了，让队友攻击他也能叠层数。那些说希尔下半不好打的，多半是没有击杀虫子，然后叠不起 buff， 老是打主怪，那就不太好了。如果你集中在主怪身上，你没有击杀小怪就没有回能，就没有在线了，而且还没有产地 buff， 你说这个平民的希尔能打满，那就奇怪了。其实 ，OK， 后面就没有什么太多细节了，反正就是希尔去通过击杀小怪的，让这个大虫子炸到他本体身上，打出更高的伤害。希尔击杀小怪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回能在线，还有利好这个产地 buff， 把伤害集中在本体身上。还有重要一点，提高生存能力。你把小怪击杀了之后，他的生存压力就特别的低。就算我这个林可是0星回是够用的，更何况天赋还没有点满呢。你们实在不行就把天赋点满吧，反正行迹总比那个圣物好刷吧。啊，不对，比仪器好刷吧。玩原神玩的啊，玩的都臭烂了都。行吧，后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击杀了，大招开过去，随蝴蝶笑上，咻，然后场内炸一下，其实还有1回合时间呐，虽然看了20轮，那其实还有1回合，毕竟最后1轮是炸了一下的。好了，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或者转发给你有需要的人。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各位拜拜。